我一直在不厌其烦地强调一个核心原则，那就是绝对不要生气，绝对不要让怨气在你的体内生根发芽。这不仅仅是一句心灵鸡汤，而是一套极其严密的生存算法。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们首先要做的，也是唯一能完全掌控的，就是先处理好我们内心的角色。很多时候，当事情发生冲突时，我们的大脑会自动开启一种最原始的防御机制，也就是二分法。我们会本能地给事情贴上标签，我是对的，他是错的，我是受害者，他是加害者。但是，无论这件事情在客观事实上到底是谁对谁错，你都绝对不能让自己陷入这种二分法的陷阱里。因为一旦你接受了这种设定，你的情绪就会立刻被对方绑架。让我们退一万步来做个假设，就算你坚持使用二分法，就算事实清楚的如同白昼，比方说这件事情100%是对方错了，他的行为极其荒谬，他的决定愚不可及，他彻底违背了所有的契约精神和道德底线。好，他不对，这意思是说他已经处于一种错误的状态中了，他已经为自己的生命轨迹写下了一段糟糕的代码。那么请问，面对一个已经无可救药的错误，你为什么还要产生怨气？这是我们在逻辑思考上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你必须像一个冷静的物理学家或者程序员一样，去剖析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一定要搞清楚，面对别人的错误，自己产生怨气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你愤怒是因为你想改变事实吗？可是第二个残酷的现实紧接着就来了，你根本无法改变他的错误，你的怨气不能改变他的过去，不能重塑他的认知，不能改变他身上发生的任何实质性东西。既然你的情绪输出对外界的物理世界没有任何改变的功效，那么它最终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复强调不要有怨气的根本原因。因为当怨气无法向外改变现实时，它就会向内反噬，它会造成一种极其可怕的状况，那就是让你自己遭受2度的甚至更深层次的伤害。所以我一直将怨气视为一种警报器，它在不断地提醒我们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他人之物不伤我心。别人的愚蠢是别人的行李，你没有义务替他扛着，更没有理由让他的行李砸伤你的脚。所以如果从第一个角度来审视怨气和生气，逻辑其实非常清晰。比方说，对方确实犯了错，此时你只有2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路，评估自己是否有能力去改变现状，去纠正这个错误。如果你手握资源，有话语权，有执行力，那你就去纠正它，用行动代替情绪。但很多时候，我们面临的是第二种情况，那就是你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去纠正这件事情。既然外界的变量你无法控制，那么你唯一能改变的就是你自己的态度，你的内心设定。你要用一种全新的心态去面对这个无法改变的错误，而不是用怨气去对抗它。你要深刻地认识到，怨气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用的工具，怨气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怨气不能帮你处理掉眼前的烂摊子，怨气更不能终止那些正在蔓延的错误观念或任何已经发生的灾难。怨气只是一种自我消耗，一种对生命能量的巨大浪费。这就引出了我一直非常推崇的一句西藏古老名言。这句名言蕴含着极高的智慧。他说，如果一件事情能改变，那就不需要烦恼；如果一件事情不能改变，那你烦恼也没有用。这就是一种极其透彻的现实主义。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你面对这件事情时，无论是他犯的错，还是他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亦或是他对你完全没有任何谅解，甚至他对你充满了误解和恶意。当任何让你不舒服的事情发生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入一种极其理性的算法模式。如果你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状态，无论是某件突发的危机，还是让你不开心的人际摩擦，或者是那些本该让你产生怨气的破事，只要你能改变，你就立刻采取行动去改变，这就是执行力。但是
如果你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如果你确认这件事情已经板上钉钉，无法改变，那你就要立刻启动备用程序，改变你的心态。你绝不能让自己陷入怨气的漩涡。我们必须在认知层面上建立一道极其坚固的防火墙。你要清楚地知道，怨气不能解决事情，怨气不能改变任何东西，生气也不能解决事情，生气也不能改变既定的事实。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的大脑还是会不断地分泌出这些负面情绪？为什么我们还是会有这样的反应？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习惯性伤害自己的本能。在远古时代，愤怒也许能让我们在面对野兽时爆发出力量，但在现代社会，这种原始的本能只会成为我们走向内心平静和财富自由的最大绊脚石。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后天的刻意练习来建立这样一个坚不可摧的认知。怨气唯一的功用就是伤害自己，生气唯一的产出就是伤害自己。这两件事情对外界发生的任何人、事、物都起不到哪怕一丝一毫的改变作用，他们什么都改变不了，只能像寄生虫一样不断地啃噬你自己的能量。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纵容这种情绪的存在呢？这是一种极其荒谬的自我折磨。让我们把情况推到最极端的境地，就算所有的错都是他的，千错万错100%全是他的错，他的行为卑劣到了极点，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蛋。但是请注意，他十恶不赦是他的业障，是他的悲哀。面对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如果你能通过法律或规则去制裁他，改变现状，那你就去做。如果你无能为力，那你内心的怨气就变成了对自己的二次行刑。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细节，这就是我所说的二度伤害。别人向你射了一支箭，这叫一度伤害，往往是你无法防备的。但是你把这支箭拔出来，反反复复地往自己心口上扎，这就叫二度伤害。我们要停下来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如此无知地对自己施加二度伤害呢？你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就是他的错，没有任何借口，就是他的错。是的，就算全世界都承认是他的错，可是为什么要用他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呢？我一直在向所有人抛出这个灵魂拷问，为什么要惩罚自己？事情明明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的行为是正当的。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因为他的愚蠢而受到惩罚呢？你要知道，怨气本质上就是自己给自己判刑，自己给自己施加的惩罚。所以我会极其笃定地说，怨气和生气根本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存在的，他们的终极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折磨你，折磨我们自己。当怨气和生气接管你的大脑时，他们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去改变别人，更不是为了去纠正这个世界上的某个错误。他们的方式，他们的工作流程里没有任何建设性的选项，他们唯一的作用 only one thing， 就是折磨我们的身心灵。我们必须要对这件事情有极其清醒的认知。怨气，它是真的实实在在的在折磨我们的一种剧毒物质，它的功课就只有这样而已。它绝对不会因为你的愤怒而奇迹般的改变别人犯下的错，也不会因为你的委屈而让那些千错万错的人突然醒悟，更不会让那些对你抱有成见的人突然变得善解人意。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功能，它存在的唯一方式就是折磨我们自己。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主动邀请它来折磨我们呢？当然，在逻辑上理清这一切是一回事，但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做到又是另一回事。这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在对抗的是几百万年进化留下来的动物本能。但正因为不容易，我们才必须从现在开始立刻进行长期的刻意练习。所以我就说，我们必须要像运行一套最高级别的核心代码一样，去执行这种乐观的正面的思维方式。我们要去寻找事情好的一面，并在这个层面上持续发力。当你面对困境时，你是选择怨气、生气、被压力压垮，觉得极度不开心，甚至彻夜难眠，还是选择跳出情绪的泥沼，去寻找内心的平静，
这就是一个选择。It is a choice。而这个选择的权利永远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这就是我一直在提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生策略，不要生气。但这绝不是让你去被动的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不要有怨气，也绝不是让你对这个世界不理不睬，变得冷漠麻木。我的哲学非常具有操作性。现实中遇到了问题，只要能解决，我们就动用一切智慧去解决；只要能改变，我们就倾尽全力去改变。但在所有的努力之后，如果面对的是不可抗拒的现实，无法改变的烂人烂事，那你就绝对不要产生怨气，而是要立刻转换赛道，去改变你自己的思维。比方说，你遇到了一个人，他有着千错万错，他把你害得很惨。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跳出自己的受害者视角，尝试从他的角度去俯瞰这件事情，就像我之前在一些场合分享过的，当你试着穿上他的鞋子走1英里，你可能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生物。他之所以会做出如此恶劣的事情，可能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创伤，可能是他极其糟糕的原生家庭塑造了他扭曲的性格，也可能是他刚刚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婚姻危机或者财务破产。当你开始去剖析他的动机时，你并不是在为他洗白，而是在为自己解套。当你能够谅解他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切断他对你的情绪控制，不去误解他，甚至试着替他着想。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圣人般的利他行为，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最高级的利己主义。因为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最终受益的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心境会突然变得豁然开朗，我们的内心不再被怨气的毒液所腐蚀。虽然你做这些并没有改变他哪怕一丁点，他可能依然是个混蛋，依然在犯错，但正是因为你改变了自己的心态，你对他那种近乎病态的错误产生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谅解。此时此刻，我们自己的内心是极其自在、极其舒服的。是的，这确实是他的错，但由于我们的心态进行了升级换代，我们选择了谅解。我们在思维层面替他找到了可悲的理由，于是我们的心就奇迹般地摆脱了怨气的纠缠，变得轻盈而自由。你可以在心里对自己说，他可能就是因为从小没有被好好爱过，所以才会有这种应激反应。他可能是最近精神压力太大了，才会做出这种匪夷所思的举动。不管你用什么借口或者理由，只要任何方法能够帮助你改变固有的受害者思维，能够让你对他不再抱有那种咬牙切齿的巨大怨气，那么你就是这场博弈中最大的、唯一的受益者。因此，我们的逻辑必须非常的清楚。当你的底层逻辑清晰无误之后，你的思维方式就会发生核裂变般的改变。你会突然顿悟，原来人生是可以这样轻松自在的去过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无论是错的还是对的，无论你有多么不爽，无论你看着多么不顺眼，你都要在心里给自己设下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绝对不要产生怨气。消灭怨气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粗暴，能改变的外界事物就立刻去改变它，不能改变的既定事实就立刻调转枪头，改变你看待这件事情的思维角度，从而彻底掐断怨气产生的源头。这就是我所说的绝对不要让自己遭受2度伤害的核心概念。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自己的身心照顾到极致。当然，如果大家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什么具体的困惑，我们真的可以拿出来进行深度的讨论。因为这种涉及内心重塑的工程，这种对潜意识的重新编程，真的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但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就像复利投资一样，跟着这种思维方式一起去实践，大家一起去做，去试错，去调整。我因为实践了这些原则，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如果大家也跟着做，我们就能一起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点一点、一滴一滴累积起来的。你需要每天去听这些原则，每天不断重复的去听，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不厌其烦的反反复复的在各种场合讲，不要有怨气，不要生气。我不断的录制内容，不断的重复这些观点，有时候听起来就像是在念经一样枯燥，但这正是核心所在。就像在西藏，有一些极其受人尊敬的大师，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做同一件事情，比如讲某一部经书，他们用尽一生的时间去讲因果法则，去讲菩提心。他们可能每年都在讲，连续讲了60年、70年，翻来覆去讲的其实就是同一套核心逻辑。这就像是古老的心经，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念诵，在讲解。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大脑需要不断的被冲刷，被重新格式化。我们需要不断的练习，因为人类的本质就是一台极度健忘的机器。可能今天你听了我的分享，恍然大悟，一拍大腿说，啊，对，绝对不能有怨气，我回去之后一定不能生气，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千万不要生气。可是到了明天，当你在工作或者生活中遇到一点点摩擦，触碰到你那脆弱的自我时，那种熟悉的愤怒感马上就又回来了。这时候怎么办？后天你可能又需要再听一遍这个内容，再次提醒自己不能生气。生气纯粹是对自己的一种精神自残，怨气是对自己肉体和灵魂的双重伤害。你可能又会想起马库斯医生，我认识的一位非常睿智的心理学导师，他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你会在脑海里回放他的声音，绝对不要生气，绝对不能有怨气。是的，怨气对你的命运没有任何好处，它会让你的身体机能出现问题，它会摧毁你的心理健康，它对任何人都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好处，它就是一剂慢性毒药。当你再次听到这些声音，再次停下来审视自己的情绪时，你的内心又会重新获得那种平静和舒服的感觉。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这次我真的掌握了。可是再过2天，生活中的琐事可能又会卷土重来，新的挑战又出现了。没关系，那就再重复上面的过程，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对抗自己的本能。只要你坚持下去，慢慢的，一点一滴的，你就会体验到什么是渐进式的成长 incremental progress。 这就是一种潜在价值 latent value 的不断累积。你每天只进步一点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复利效应会显现出来。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的人生已经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高度，你的心境变得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宽广，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自在。而当你达到这种自在的境界时，最大的受益者依然是我们自己。所以我常常说，真正的爱自己，真正的活在当下，它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精神和灵魂照顾到最完美的状态。因为在这个极其复杂的世界上，只有当你自己处于一种能量盈满、内心极其强大的状态时，你才有真正的能耐、真正的资本去照顾更多的人，去影响更大的世界。利他，从最根本的底层逻辑上来说，就是利己。当你把自己的内心修缮得无比美好时，你自然会成为周围人的光。而当你开始真正的利他时，你其实是在为自己的生命积累最丰厚的财富。请一定要把这个概念像烙印一样刻在你的大脑里，这才是这个世界运转的最深层密码。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深度拆解的关于情绪、认知和财富复利的底层逻辑。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现在的生活有所启发，特别是当下全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无论是科技行业的裁员潮，还是 AI 带来的职业焦虑，都让整个社会的怨气和压力指数飙升。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学会这种情绪防御机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致命和关键。所以我强烈呼吁大家帮我按下这支影片的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不仅仅是对我们内容的认可，更是你为自己的人生建立情绪防火墙的第一步算法设定。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守住内心的平静，因为平静就是最高级的财富。
感谢你的倾听，我们下次见。